广告文案常常写的天花乱坠，好像一台什么都搞定。今天首哥就带大家来拆解为什么我的清净机用了没感觉。大家好，欢迎来到首哥科科，我是首哥。今天我们不讲3C， 不讲 AI。长期有关注应效学的朋友应该知道，首哥研究清净机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最近空污又明显变严重，所以今天首哥就要带大家来聊聊一个题目：为什么我的清净机用了没感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首哥，我相信你应该也有这样的疑问。今天首哥就带大家来一一拆解这个问题。讲到空污，我们其实常常都关注户外空污，但是其实根据美国环保署的研究，室内空污的程度常常是室外的2到5倍。那家里的空污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快速回想一下。回家打开家门就打喷嚏，那你可能是空气中的霉菌或 VOC 偏多；打开橱柜抽屉，鼻子痒痒，那可能是甲醛或者是各种 VOC 挥发出来。在客厅闻到厨房的味道，那可能是油烟逆流到家里面。早上起床一把鼻涕一把泪，那可能是床上太多的皮屑，或者是室内外温差太大。浴室角落长霉菌黑黑的，那可能是环境温度太高造成的霉菌滋生。去祖先牌位或者是佛堂拜拜完以后打喷嚏，那可能是你吸入了太多2手烟或3手烟造成的呼吸道刺激。有没有发现污染源这么多种？空气清净机的滤网也很多种，但是滤网不是一个就能打天下。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分类，让你了解一下不同的污染源应该要对应使用哪一种滤网。一般来说，我们把污染源分成4种。第一个，悬浮微粒，也就是我们常看到 PM2.5、粉尘、花粉还有皮屑。第二种是微生物，包含了病毒或细菌这些看不到的生物。第三种是化学气体，包含我们常见的甲醛、VOC 挥发性有机气体，或者是多环芳香烃。第4种是异味，包含了烟味啊、油烟味啊、香水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通通称为异味。那为了过滤这4种污染源，清净机厂商也发展出7种过滤技术。不过广告文案常常写的天花乱坠，好像一台什么都搞定。所以首哥今天就要来郑重告诉大家，这些滤网的优缺点，还有你在使用上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最常见的 HEPA 滤网，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拦截。当清净机的马达把脏空气吸入以后， HEPA 滤网就会把上面的脏污拦截下来，譬如说 PM2.5、灰尘、花粉以及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HEPA 滤网它的好处是过滤效率非常高，而且更换很简单。它单一次的过滤效率通常可以达到95%到99.95%。不过缺点也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耗材，所以在你使用一段时间后，它随着吸附量的增加，过滤效率也会开始的下滑，所以它必须要定期更换。另外，如果你常常使用清净机的时候把它关掉，不过这个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哦。如果你常使用清净机把它关掉，也会造成污染逸散的问题。不过已经有一些厂商在 HEPA 滤网的外层透过增加抗菌布的方式来阻止它逸散。那使用 HEPA 滤网的清净机，这个也蛮多的，比如说 Breeze、3M、Honeywell、飞利浦这一些清净机都是使用 HEPA 滤网来作为它主要的拦截方式。第二个是我们最近比较常看到的静电集成。最近有一些厂商它在诉求免耗材清净机，它使用的就叫做静电集成这个过滤技术。它是利用机体里面的高压电极线，让空气微粒先带正电，然后后方呢再用一个负极的收集极来吸附带正极的这些粒子。不过它的过滤效率会比 HEPA 稍微差一些啊。那它的好处呢是可以节省你更换滤网的费用。虽然说电极线也算是耗材啦，不过算起来还是比 HEPA 滤网再便宜一些。不过它的缺点也是蛮明显的哈。虽然它不用换滤网，但它平均2到4周就要清洗一次收集机，也算是用时间换金钱的一个概念啦。那另外呢，它在清洗的时候也必须使用强力清洁剂，但是这些溶剂呢，它对于人体具有刺激性，所以当你去看这些清洁剂的使用说明的时候，它通常会建议你在户外使用，所以这个对人体是有刺激性的。另外，静电集成它也有一些产生臭氧的疑虑那对异味的处理能力也比较低一些。那使用静电集成技术的比较知名的品牌有 Poima。第3个是活性炭。
活性炭是一种很常见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用品很多地方都看得到。它的特性是表面上有非常多的孔洞，加上它的表面积非常大的特性，所以只要一点点的活性炭就可以捕捉大量的异味还有化学气体。不过它的缺点就是使用寿命相当有限哈，通常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活性炭滤网它的吸附量就会达到饱和。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肉眼来识别活性炭它剩下多少的吸附能力，所以通常还是建议定期来更换活性炭滤网。第4个是光触媒，光触媒也是常见的清净机过滤技术，它是透过紫外光照射到2氧化钛这样子的光触媒以后，会让触媒表面产生氧化反应。当空气中的化学气体或者是微生物附着在光触媒表面的时候，它就会被它的氧化反应给分解。不过因为它只有在接触的表面才有效果，通常清净机为了增加它的接触面积，会把滤网做成6角形来强化它的分解效率。光触媒它可以分解病菌、化学气体，那也有一些降低异味的效果。不过它对悬浮微粒的过滤效果，基本上我们可以忽略它。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它跟静电集成有点像，它叫做电浆。不同厂商它会有不同命名方式，比如说大金叫做闪流放电，颗粒镜就比较直白一点，叫做电浆灭菌。那它们都是使用电浆来过滤。电浆它是属于一种立体的电场，它是使用高压电的方式来产生高速自由电子，让气体直接在这个电场里面离子化，然后破坏。它也会和空气结合，产生具有强烈氧化作用的粒子，对于破坏病毒、化学气体还有异味效果相当不错。不过缺点就是它也可能会有产生臭氧的问题，所以有些厂商会在这个电浆滤网的后方加上活性炭滤网去吸附这些臭氧。那使用电浆技术的代表品牌就有大金、颗粒镜这2家公司。第6个是我们很常看到的负离子。那负离子呢，它是属于一种低成本又可以增加过滤效率的过滤技术。它原理很简单，它就是利用碳刷上面的高压电，让通过的空气它的悬浮粒子带上负电。那带上负电以后呢，就和我们平常看到的静电一样，它碰到周围的东西就会自动吸附上去。这边要注意哦。负离子是让悬浮微粒吸附在物体上，它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过滤的效果，所以在你使用负离子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叫黑墙效应啊，尽量把负离子清净机远离白色的家具或者是墙壁，避免这些黑色小颗粒附着在墙壁上。负离子的零件呢，它非常小，所以很多车用的清净机也都使用它。不过，就如前面说的，实际上悬浮微粒是暂时被附着在物体上，它并没有被过滤。另外，美国环保署有一个研究认为 ，PM2.5 带负电以后，它更容易沉积在肺部比较深层的地方哈。另外呢，它放电的范围非常小，所以对清净机来说，这个负离子多半是属于附加的性质哈。另外，首哥补充一点。有一些以负离子为主的清净机都号称它是电浆技术，首哥还是建议大家听听就好，因为人家真正的电浆反应空间那么大，你一个负离子的发生器碳刷就那么小一点点，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哦？第7个，光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又称为光化反应或者是光催化反应，是目前比较新、技术含量也相对比较高的技术。这个技术结合了光学和化学原理，利用例如 VUV 这个真空紫外线，或者是 UVC 这种高能量的紫外光，搭配特殊的光触媒材质来分解污染物。这种技术和一般的光触媒很容易被混淆，不过它们的效率落差非常大。像 Breeze 使用的 VUV 这种真空紫外线，它只要 0.026秒，几乎就瞬间分解掉这些微生物和化学气体。光化学技术对病菌、异味和化学气体都有很强的分解作用。另外，它在反应的时候还会产生一种叫氢氧基的东西，它飘散到空气中以后，还可以把一些附着在物体墙壁表面的病菌给分解，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净化技术中唯一可以净化物体表面的技术。不过这个技术的门槛呢就比较高一点，国内只有少数的厂商具备这个技术，所以价格相对的也比较高。目前使用这个技术的厂商，例如 Breeze S1、Breeze S Mini 这样子的产品。好，讲完了所有的过滤方式，这边首哥帮大家做一个表格总结一下。HEPA 它的过滤能力高，它对于颗粒物、化学气体还有病菌都有很好的过滤效果。那它的优点是更换方便，过滤效率稳定；缺点就是需要定期更换，而且价格比较高。静电集成呢，过滤效率也不错，但是稍微低于 HEPA。那它对 PM2.5
或者是病菌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对化学气体和异味就比较使不上力。那它的优点呢，就是不需要更换滤网，不过极限要换了哈。缺点就是它必须要定期清洗，否则它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另外是它对化学气体异味的净化效率不好。第三个是活性炭，它的吸附能力也比较高，不过它仅限于化学气体和异味，它对于病菌和颗粒物就没有吸附能力。它优点呢，就是可以高效的去吸附各种气体异味。那缺点一样，它是必须定期更换的。再来是光触媒，它的清净能力中等，一般用来做辅助用途。那对于化学气体、异味和病菌都有一定的效果，不过不是很强。那优点呢，就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缺点呢，就是作用范围比较小，只有在触媒表面才会有这个氧化的作用。再来讲到电浆，也就是高压电场，它的清净能力高，对于化学气体、异味、病菌都有很强的分解作用，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分解颗粒物。那优点呢，也是一样，不需要更换滤网；缺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臭氧累积的问题。再来看到负离子，它的清净能力低，基本上只能在小空间里面使用，或者是作为清净机的一个附加功能。它对于异味有一些过滤效果，但是对于病菌呢，因为使用范围太小，所以基本上首先先把它列入无。另外，对于化学气体跟 PM 呢，则是没有过滤效率。那它的优点呢，就是成本低、体积小；那缺点也是作用范围小，然后会发生黑墙效应。另外还有容易让 PM2.5沉积在肺里面。再来是光化学。光化学的它的清净能力高，也是目前最新的技术。那它对于气体、异味和病菌有非常强的反应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办法清除 PM 这些颗粒物。那它的优点一样是无耗材，而且低耗电，但是缺点呢，就是因为它技术比较新，所以费用就比较高。现在你知道家里有哪些污染源，也知道有哪一些过滤技术了。接下来首哥就用几个实际案例来告诉你怎么样挑空气清净机。第一个，刚装潢好的空间要进驻，这种空间最常出现的污染源就是灰尘和甲醛。那基本上对于灰尘，我们就需要的是 HEPA 或者是静电集成这样的滤网。那对于甲醛呢，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活性炭、光触媒、电浆，或者是光化学原理的这个清净机过滤技术。首哥家里也才刚装了没多久，那我同样是把清净机打开24小时打开。那另外呢，我在房间还有客厅或者是有橱柜比较多的地方，我也摆了一台使用光化学原理的清净机，24小时开着，并且我都把这些橱柜的门啊、抽屉啊全部拉开，让这些化学气体可以被光氧化的效应去分解掉。第二个是家里面有老人、孕妇和新生儿，这个是属于我们觉得比较敏感的一个族群哈。那这个族群比较怕的是什么？甲醛，还有细菌病毒，因为抵抗力差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尽量希望这些人不要碰到。要过滤甲醛，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有活性炭滤网，或者是光触媒、电浆，或者是光化学效应的滤网。那要过滤这些细菌病毒，我们可以选择使用 HEPA、静电集成、光触媒、电浆，或者是光化学原理的滤网。如果你家里面很潮湿，常常有发霉的味道的时候，记得要先打开除湿机，因为霉菌也是很常见的居家过敏源。再来，如果说你是家里有养猫、养狗、养宠物的哈，这些家庭除了无所不在的毛发皮屑以外，还有宠物的异味。所以我们为了要处理这几种技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你要处理毛发皮屑的话，可以用 HEPA 滤网，还有静电集成滤网。那如果说你要处理病菌的话，也可以选择用 HEPA 滤网、静电集成滤网、光触媒、电浆，还有光化学的滤网。如果你要处理异味的话，可以选择有活性炭、光触媒、电浆、光化学，或者是负离子啊。如果你空间比较小的话，可以斟酌使用负离子的清净机，也是可以帮你减少一些异味。不过，在你烦恼怎么挑清净机之前，首哥建议你先去买个扫地机器人或者是吸尘器，先让地板保持干净，不要让这些在地板上的毛发皮屑砰砰音，让它一直飞起来哈，也可以降低很多你过敏的机会。第四个是你喜欢在家开火，在家开火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会遇到油烟味比较重的时候嘛。那通常油烟里面包含几个，第一个悬浮微粒。第二个是三手烟，第三个就是异味。那要对应这三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悬浮微粒
我们可以选择 HEPA 或是静电集成这2种滤网。那三手烟呢，它是属于化学物质，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活性炭、光触媒、电浆或者是光化学的清净机滤网技术来处理。那异味呢，我们可以透过活性炭、光触媒、电浆、光化学或者是负离子一样。小空间的话，斟酌使用负离子是 OK 的。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首哥建议你先确认一下你家里面的抽油烟机是不是打开。那如果打开还发现有味道的话，建议你再确认一个问题：家里的风流是不是正确？那至于要怎么确认风流，首哥找机会再拍一个影片，教大家怎么样确认厨房里面的风流是不是正确，没有逆流到你的家里面。第5个，你的环境中常常有人抽烟。那抽烟会有几种污染源，第一个是烟的白色的这个烟它是悬浮微粒，那还有二手烟。另外是烟的悬浮微粒附着在物体上以后，它会散发出三手烟，这属于化学气体。第3个就是烟的异味啦那要对应这3种污染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悬浮微粒一样是 HEPA 静电集成滤网，三手烟它属于化学气体，所以是使用活性炭、光触媒、电浆或者是光化学的滤网。那异味呢？它可以透过活性炭、光触媒、电浆、光化学以及小空间可以用负离子来处理。那如果是你自己家人的话，比较建议你直接请他不要在家里面抽烟不然小孩子、老人吸到二手烟，其实对身体也不大好。那如果是外面传进来的二手烟，第一件事情先去把那个人赶走，第二件事情赶快打开清净机。那如果你发现家里面没有人抽烟，还是有一个烟味的话，那很残忍的，这个叫做三手烟那三手烟在处理上其实是比二手烟还棘手的。首哥实际上做过测试，在一个小空间里面三手烟在24小时全开清净机的状况下，大概要1个礼拜才能除掉那如果说你要处理三手烟的话，就可以使用首哥刚刚提到可以处理物体表面污染物的 Breeze S1。最后一个是美业就是比如说理发店美甲店只要是跟做美相关的因为美业通常离不开使用化学溶剂，而且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它的灰尘比较多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归类在有几个污染，一个是悬浮微粒的污染，一个是化学气体的污染。那要对应这2种污染源呢，我们建议悬浮微粒一样是 HEPA 跟静电集成。那化学气体呢，就比较建议使用电浆或者是光化学技术来分解因为这些场域它通常污染源是持续产生，而且是比较大量的所以以成本考量，首哥会比较建议使用电浆来分解这些化学气体。好，以上是首哥这次帮大家整理出来，在什么环境要挑选什么样的空气清净机技术。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看到广告上面的文宣就觉得哇这个清净机很厉害就买下去，一定要回到你家里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们家里面最常出现的污染源是哪一种，然后再参考首哥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些污染源还有滤网的种类，去挑选适合自己的清净机。另外空气品质要好，不能只靠空气清净机来帮助。室内污染源的源头控制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你有没有通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每天都吸到干净的空气，一定要多加注意空气中的污染来源来自哪里，才能对症下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对付这些你平常很难处理的空气污染。好，这一集空污的分类还有滤网的选择技巧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首哥后面还会有其他有关空气清净的影片，请大家记得一定要订阅首哥科科，还有最重要的是小铃铛开起来，拜。